好，其實我們要來關心在中美的科技戰，美國這次的封鎖反成為華為的一個補藥，尤其今天我們會特別來看到昇騰950，它現在揮軍了南韓的市場哦，反攻到海外去了。另外今天也會來特別關心 TPU 這個出場，顛覆了現在輝達在全球的霸權。好，趕快來看到是中美的科技戰，這個華為啊，在這個時候宣布了，明年呢，它會把自研的 AI，也就是他們的昇騰950，它會用一個端到端的一個解決方案，整包端上桌。好，這當中特別提到了，它會一起合作的對象包括了有硬體、軟體啊，到網絡儲存端到端的全站方案。另外呢，先前呢，華為在9月份曾經預告說，這個昇騰950R，還有950PR，還有它的950DT 以及它的960、970呢，它有之前預告過，現在也確定了，就會在明年可以正式的來問世了。我們來看到兩位大頭怎麼說，這個是孟晚舟，他認為智慧化的變革是華為長期戰略的機遇，那麼 AI 時代新征程是已經正式的開啟了。黃仁勳倒是有一些緊張哦，他認為華為現在複製的就是當年的5G 擴張的模式，正在打造一條屬於中國式的 AI 版本的一帶一路。他這麼緊張有道理嗎？尚志哥怎麼看？是的，首先我想我們在談這個華為的 AI 晶片之前，先要了解在2026年现在眼前 AI 的这個晶片市場也還是有一些技術性、結構性的變化。輝達沒有不見得能一統江湖哦，包括輝達自己也在做一些新的收購。過去我們都知道 AI 晶片就是它的輝達 GPU， 以這個 GPU 的概念哈，我們都知道電腦 CPU 嘛。輝達就從把繪圖的運算拉出來做 GPU， 然後現在變成 AI 的晶片。但是呢，谷歌出的 TPU 是新的思考，給大數據模型。然後最近 LPU， 那基本上也就是什麼什麼 PU， 就是作為大家都有不同的晶片，因為現在 AI 越來越強大了，所以要分散不同的功能。所以確實，為什麼最近這個所謂這個黃仁勳的緊張，不只是針對華為，是主要這個市場的技術不是輝達一家或一個 GPU 晶片 hold 得住了，所以在這個概念上來看，華為才今年年底才剛剛確定能夠穩定的生產出昇騰950的 AI 晶片，你看人家馬上整套的解決方案，熊就把你推出來。這個解決方案很厲害，我想我在節目當中也有細緻的跟大家分享過，不只是這個晶片而已，輝達有整個的架構，包括軟體、網絡存儲。輝達是不是？對不起，這個華為過去是做通訊的，所以它在晶片跟晶片當中用光學來通訊，也就是說它晶片比人家弱，可是它晶片跟晶片的聯動是比輝達厲害的，而且它可以疊加到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最後體現在雲算力來講，單個晶片可能輸你輝達跟谷歌，可是整個系統當中你做出來部分就可能一樣強哦。特別是如果你是中小型的企業需要運用，而且這裡頭重點來的，它為什麼這套推出？顯然就是因為在市場上，現在雖然中國跟美國是最大的 AI 市場的需求，製造業、工業什麼服務業都要用，但你覺得人家中南美洲不要嗎？非洲不要嗎？中亞的一帶一路的國家看着全世界的 AI， 人家不要 AI 嗎？所以這些都是華為已經布局的市場，包括中國電動車全部都捲在裡頭的時候，華為當然推出這個東西就可以直接賣給這些國家。我們剛剛講的這些逆差國家，來自中南美洲、非洲比例都有啊。對，所以華為好驚人哦，只是能夠做出他們自己的這個5奈米的部分，甚至未來還有以下往3奈米的這個 AI 晶片的時候，啪啦啪。整套的方案，就像當時建基地台、建所有的，包括手機、通訊也整個打通一樣，這就是這個整個華為非常強的地方。我想最後大家都要特別注意，關鍵是什麼？修個短嘛，不只是能力強，主要是便宜又好用的時候，對於快速的擴展，而且一旦中國把這些 AI 的能力以華為來說送到中南美洲跟非洲跟包括一帶一路的这些國家的時候，你以為美國包括輝達或美國市場或日本還能獨攬一切嗎？所以跟中國的所有的全球的政治戰略布局是同步的。好，我們看到中美其實都在拼 AI 未來這一塊非常非常大的商機。那剛剛提到了華為除了在拼它的這個晶片上面的技術更升級之外，其實呢，包括它的國產零件比哦，這是來自於日經新聞也最新示警，他說呢，國產零件佔比已經逼近60%了，代表說美國過去的管制根本就無效。所以呢，前商務部長雷蒙多，美國的前商務部長他也出來說了，他說確實他現在觀察就是過去美國的兩屆總統、兩屆
業、政府都沒有能夠削弱華為，反而是掌握了先進晶片。那接下來華為還會怎麼做？它有沒有可能用重金懸賞的方式來吸引更多 AI 的，包括了這種存儲高手，補上大陸 AI 最後一塊拼圖？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華為就是比較重研發，投入研發的經費，它總收入的21%用在研發，所以你這個人錢敢用在研發上面，那你這樣的話創新不就出來？所以華為現在擁有的它的授權專利超過15萬件，你看就知道了，不是幾萬了，1萬2萬，15萬件的授權專利就抓在手上，這是研發出来的。每賺的錢的21%是用在研發上面，不是，換句话，它會成長。為什麼？研發就是創新啊，以前沒有的研發出來東西了。所以，就算西方國家對它實施科技戰，還有智慧財產權的管制，那這樣的話可能更會促進華為在這一方面突圍，投資更多的錢。我認為這是其一。第二個，我認為它的制度上的管理可能也激促了它這一方面的雄心跟誘因。為什麼？華為是100%的股權全部給員工，任正非他佔所有的這些股權的比例1%，其他9%全部是工會組織，全部是屬於員工。那今天員工在，我做的事情是為我自己賺錢，股票都是在我們員工手上，大家拼了嘛，我們大家都是一个体，我們大家一起賺得多，那大家這種股權不是說我賺了錢不是給我的，是給股東。賺了錢，我也是股東啊，我也是工人啊，那是為了自己賺錢啊。這個結構，這個誘因啊，分紅入股。那這方面的話，對工人來看的話，他會感覺到有歸屬感，有成就感。他拼的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股東，因為自己就是股東。所以我們來看，這是個結構問題哦，也是他基礎他向上不斷突破的一個原因。他的經費，我們研發經費一年，這個華為是1800億人民幣，換算成台幣的話，7000多億台幣，你想想一年哇，7000多億台幣做研發，那你想想看你會不會突破？對，這個就是我們講到，你只要把錢用在哪裡，成就就會在什麼地方。那今天西方國家對它做限制，難道華為就開始停滯延宕了嗎？沒有，他會想辦法殺出重圍。所以美國感覺到好像對它效果有限呢，他過不幾天又出來了，光刻機又出來了啊，這樣子啊。他就開始敢投資啊，投資研發成果就展現出來。所以我認為西方國家對它的科技戰、科技封鎖或智慧財產權的管制，我認為效果還是有限的。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難怪這個黃仁勳要特別擔心，他特別提到說 ，AI 版本的一帶一路是否正在打造當中？除了華為之外，確實現在還要擔心的，還包括了中國第2條的 AI 算力的路線，這個就是國產的 TPU 業者。今天帶觀眾朋友特別來看到這個叫做中浩新英，好，它的第1代的 TPU 算力的效率，現在根據了解已經超過輝達 A100的1.5倍，而且能耗更低，是降低了30%。第2代晶片進入測試，預計明年就會正式的上市了。有沒有可能直接對標，甚至超越 H200呢？它會成為未來顛覆輝達的一個真正的殺器嗎？華幹哥怎麼看？你知道 TPU 是什麼？就是張量處理器。張量處理器是 Google 的一種特別的，他們就是說他在就是說他們研發的加速學習器就對了，那是就 Google 獨有的。好，那中浩新英啊這一家國企，你知道他的 CEO 是誰？他叫楊鞏義凡。楊鞏義凡他以前就是 Google 的高階核心研發者，也就是說这個人才啊都是 Google 訓練出來的。那現在回來開了國企，國家支持他。那你今天你去想一想，你這些技術這些 know how 都在我們這些就是我們是高階 CEO 的腦袋之中已經成型了。回來之後，我們就是找研發人才。所以現在 TPU 它現在可以做的跟谷歌一樣了。而且他說什麼？第2代晶片，它已經它的速度是1.5倍。它本來是一種學習型的，它現在變成訓練型的。你就曉得說，那你怎麼辦呢？對。所以國產 TPU 它現在等於是第2條 AI 的戰線，它已經開發出來了。那中浩新英它現在被認為是挑戰輝達啊，在 AI 晶片領導地位的未來的希望，這非常有可能。因為什麼？那他說推理晶片的銷售佔比現在已經超越了訓練晶片。那 TPU 能夠進行3到5倍的性能提升，它的性價比會更好。
所以谷歌雲或是亞馬遜雲，像這種哈，跟 GPU 來相比的話 ，TPU 是 GPU 的2倍，而且日行千里，你會發現現在是2倍，以後越來越是2倍。我跟你講，楊鞏義凡他在2023年他就已經有模型了啦，他在2023年就已經有這個模型出來了，但是你卻不知道說他到今天他才宣布，等到他宣布的時候，你就可以曉得說他準備又要迭代了。它的迭代現在已經在這個他們的這個理想是一年到1年半之內，它的 TPU 又會再迭代，到時候它就真正能夠挑戰輝達，不僅僅是 H200晶片，可能更高階的它都能夠挑戰。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